穿越明末，你成了亡国皇帝朱由检，还有100天，你便要自缢眉山。面对内忧外患，国库空虚的天崩开局，你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搞钱。于是你吩咐王承恩派人传旨，在虚实出客，召见锦衣卫与内廷等重臣，同时调200名最可靠的军士，在文华殿偏殿内外静候。最后叮嘱王承恩，今晚的事一个字都不能泄露，若是走漏风声，奴婢明白。王承恩深深一躬，倒退着出了暖阁，殿门关上，暖阁里重归寂静。100天，必须在这100天内完成所有部署，是自挂眉山，还是再创辉煌，就看这100天了。虚实出客，文华殿偏殿，锦衣卫和宦官2拨人分列左右，没人说话，只有炭火偶尔爆开的噼啪声和殿外呼啸的北风。锦衣卫指挥使洛养性站在最前面，他眼睛时不时瞟向殿门，又迅速收回。皇帝突然召见，还是这个时辰、这个地点，只召了锦衣卫与宦官的高层，他感觉十分的不对劲，而且外面严阵以待禁卫，也让他感觉不祥。锦衣卫指挥同知李若莲站在洛养性身后半股，他眉头微皱，目光扫过对面那几个太监，又落到殿外廊下。不单单殿外的守卫禁卫，还有其他人在两侧隐匿。李若莲的心沉了下去。千户高文采站在最后，他是这群人里官职最低的，此刻心中更是忐忑。按规矩，这种级别的召见根本轮不到他一个千户，除非要出大事了。右边，司礼监掌印太监高世明垂目敬礼，神色肃穆。他是宫里资格最老的太监之一，经历过万历、太昌、天启3朝，什么风浪都见过，但今晚这阵仗他也看不透。秉笔太监王承恩站在高世明身旁，他刚刚布置完伏兵回来，额头上还有细汗，此刻眼观鼻，鼻观心，一言不发。司礼监太监王之兴站在第3位，此刻他心里也在打鼓。皇帝突然召见，莫非是崔娟的事？监军太监杜勋站在最后，脸色有些发白的，也时不时地望向殿门。皇上驾到！尖锐的唱诺声响起，所有人齐刷刷跪倒，脚步声从后殿传来，没人敢抬头。长达10息的沉默，跪着的人能感觉到皇帝的视线正从他们身上一一扫过，那目光像刀子，刮得人背脊发凉。都起来吧，你声音很平淡，让他们听不出情绪。众人谢恩起身，垂手而立。你的目光再次扫过全场，知道朕为什么叫你们来吗？没人敢接话。不知道。你笑了笑。那朕告诉你们。你抬起手指向左边，洛养性。洛养性浑身一紧，连忙出列。臣在。你身为锦衣卫指挥使，不为朕办事，反倒是借着朕给你的权势趁机贪墨敛财。洛养性脸色瞬间煞白。臣。你笑了笑。难道朕误会了你？这几年你利用锦衣卫职权，在逮捕朝臣后用酷刑逼迫缴纳银两免罪，说着免罪银给够便向朕说好话。洛养性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陛下，臣冤枉，这些都是谣言，是有人构陷臣啊！你不理他，继续道。构陷，长期吃空饷，贪墨军饷也是构陷，收受官员贿赂后，在审讯中徇私枉法也是构陷。你每说一句，洛养性的脸就白一分。等说到最后，洛养性已经抖得像筛糠。需不需要朕现在派人去你府上，把那几箱子往来书信、账本都搬来？洛养性彻底瘫软，他现在算是明白了，皇帝为何叫他们过来，这是要清洗锦衣卫与内侍啊！拖出斩！你一声令下，殿外立刻冲进来4名甲士，2人按住洛养性，另外2人迅速摘掉他的乌纱，剥去飞鱼服，露出里面的白色中衣。整个过程不到10息，洛养性被拖出去时，连辩解的机会都没有给，就在殿外门口被砍了脑袋。此刻殿内一片死寂，所有人脸色都变了，生怕下一个就是自己。你缓缓地走到右边，停在王之兴面前。王之兴扑通跪倒。奴婢在。朕上月让你捐饷，你说家里穷，你俯身将声音压得很低，只让近处几人听见。可朕怎么听说你最近在老家保定买了3000亩地，还在通州购置了2处货站，而且朕听人说你京城宅子、店铺无数。王之兴汗如雨下，你直起身，继续道。这些年你滥用职权，制造冤狱，敲诈勒索，积累的赃银怕是有100万之巨了吧？陛下明鉴，那是奴婢多年积攒，并非多年积攒。你冷笑一声，你进宫30多年，月俸多少？能攒下100万家财？100万家财。旁边的高世明、王承恩倒吸一口凉气，他们在皇宫也不是什么清白之身，一些灰色收入多多少少有一些，不过也就让自己过得舒心一些。就他们几10年的积累，与眼前王之兴一比，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，不值一提。明明都是大太监，怎么差别这么大？王之兴瘫在地上，嘴唇哆嗦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拖出去斩了！又2名甲士冲进来，王之兴被拖走时，终于哭喊出来。陛下饶命啊！奴婢愿意把所有家产都捐出来，捐给朝廷。晚了，朕给了你机会，是你自己重用啊！王之兴闻言，瞬间面如死灰。不到10息，王之兴的首级便与洛养性滚在了一起。你没有理会，而是看向杜勋。杜勋被你这一盯，瞬间吓得趴在了地上。杜勋，朕派你在宣府监军3年，宣府边军欠饷1年之多，士兵冬天连件棉衣都没有。可你去年在京城西郊买的那个庄子，花了多少？让朕想一想，好像是2万两吧。杜勋拼命磕头。皇上，奴婢那是。还有，你打断他。今年3月，宣府总兵江乡克扣军粮，被你知晓，他给你送了5000两，你就把这事压下去了，有没有？杜勋僵住了。陛下是怎么知道？那件事做得极其隐秘，连江乡的许多亲信都不知道。他自然不知道眼前的崇祯已不是崇祯，而是一个未来熟悉王朝历史的后来者。拿下，斩立决！你丝毫不给杜勋狡辩的机会。像杜勋这种不抵抗、环非刨八邹、交营里自成30里的叛徒，哪怕这些罪证是假的，那也将变成真。2名甲士上前，奴婢知错了，请给奴婢戴罪立功机会。奴婢知道宣府总兵江乡私通李自成，奴婢可以作证。陛下，声音戛然而止，他的手机滚在了前2人的一旁。殿内只剩下粗重的呼吸声，谁也不敢出声。你走回主位坐下，目光扫过剩下的人。李若莲、高文采站得笔直，额头上全是冷汗。高世明、王承恩垂着头，肩膀微微发抖。其他锦衣卫和太监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喘。谁都没想到，皇帝今晚不是要议事，而是要杀人，而且杀得如此干脆果断，每一桩罪都说得清清楚楚，每一笔账都算得明明白白。这绝不是临时起意，而是早就准备好了。还有谁？你开口。声音在寂静的殿内回荡。
还有谁觉得朕不该杀他们？没人敢说话。李国柱，锦衣卫校尉李国柱腿一软，跪倒在地。你之前的百户是花了500两银子，走洛养性的门路买的吧？拿下。孙光，你在西司房3年，收了7桩命案的银子，合计3400两，拿下。刘应喜、梁清红，一个又一个名字，每叫一个就有甲士冲进来拿人，每拖走一个，店内就空1分。等到你停下时，左边锦衣卫的队伍只剩下李若莲和高文彩，右边太监的队伍只剩下高时明、王承恩、李凤祥、史斌、楚宪章、王之俊、王德化、王泽尧，10个人，进来时22个人，现在只剩一半。你站起身，走到李若莲面前。李若莲单膝跪地。臣在，你看着这个30出头的锦衣卫指挥同志，你记得历史上这个人会在3个月后死守崇文门，弹尽粮绝后自缢殉国，死前留下绝命词，此矣，即为今日事，悲哉，何必后人知？可惜他有个不争气的哥哥李若琳，弟弟殉国，而他却身居高位，带头投了李自成。起来，你伸手亲自扶起他。李若莲浑身一震，皇帝扶他。李若莲，即日起你署理锦衣卫都督事，洛阳性空出来的位置，你接替。李若莲瞳孔收缩，朕给你3天时间，整编锦衣卫，凡控额、贪腐、无能者一律革除，朕不要15万编制，朕只要真正能站敢死，真正能为朝廷效忠之事，你能做到不？李若莲喉咙发干。好，整编所需银两，朕会拨给你，武器装备也会从稍后的抄家所得中优先购置。李若莲眼眶红了，扑通跪倒，重重磕头，臣万死不辞，定为陛下重振锦衣卫。起来，你扶起他，转向高文彩。高文彩一愣，随后出列跪倒。臣在。现在你升迁为锦衣卫同知，待可信任之人去抄家。洛阳信、王之兴、杜勋、孙光、刘应喜，所有刚才被处死之人，府邸全部查封，每1两银子，每一件古玩，每一张地契，都给朕登记造册。至于他们的家眷，男丁流放西北，女眷发卖为奴。高文彩深吸一口气，臣领旨。你转向右边，高时明、王承恩2位老太监出列，奴婢在，司礼监由你2人共掌。至于东厂，即刻清洗重整之后的第1桩差事。你眼中寒光一闪，继续道：给朕盯死朝中那些所谓的清流、内阁、六部、科道，凡有通敌、贪墨、结党营私者，密报于朕。高时明和王承恩对视一眼，同时躬身。奴婢遵旨。李凤祥、史斌、楚宪章、王之俊4位太监出列，你们4人协助高时明、王承恩整顿内廷24衙门，凡与外界勾连、贪墨公堂、欺上瞒下者，一律严办。遵旨。最后，你看向王德化和王泽尧，2人紧张的手心冒汗。王德化、王泽尧，奴婢在，你们2人免其死罪，家财上缴80%后，暂且留用，好好办差。朕看着你们，若是再犯，便随他们去吧。闻言，2人心中的大石头瞬间放了下来，扑通跪倒在地。奴婢定当尽心竭力报答皇恩。去吧。崇祯挥了挥手，继续道：该整编的整编，该抄家的抄家，该监控的监控，朕等你们的消息。众人躬身退出，殿门关上。崇祯独自坐在椅子上，长长吐出一口气，后背已经湿透了，总算是将自己手中的刀剑磨了一磨。当晚子时，洛阳信府邸，高文彩带人破门而入时，洛府上下还在睡梦中，锦衣卫办差，所有人待在原地，怒吼声、撞门声、女眷的尖叫声混成一片。高文彩面无表情，手持架铁，大喝一声：搜！掘地3尺也不能放过一处。是。锦衣卫们猛冲而入，书架被推倒，桌椅被掀翻，就连墙壁被一寸寸敲击，院中的草木更是离了一边又一边。大人，这里有暗格。一名锦衣卫在书架后的墙壁上发现异样，用力一推，一块墙板向内翻转，露出一个密室入口。火把照进去，堆成小山的银锭亮瞎众人的双眼。50两一锭的官银，10两一锭的丝铸银，还有散碎银两。旁边是10几个木箱，打开一看，金元宝、珍珠、玛瑙、玉器全部登记在册。高文彩道，文书官立刻上前开始清点。白银初步估算13万两，金器约130件，古玩字画，这是唐伯虎的真迹，这是北宋官窑的瓷瓶。高文彩走到密室深处，踢开一个檀木箱子，里面不是金银，是书信，厚厚一沓。周延儒、陈演、江约广，上至内阁首辅，下至江南盐商。高文彩抽出一封，扫了几眼，脸色瞬变，他迅速把信塞回箱子。这个箱子封存，直接送进宫，交给陛下。是。几乎同时，王之兴宅院，这里的阵仗更大。王之兴的宅子在外城西边，表面看起来只是普通的4进院子，但锦衣卫们冲进去后，很快就发现了不对。这是一座复合式的4进院，豪华程度堪比王府。大人，假山后面好像有密道，密道入口藏在假山石缝里，需要转动特定的石头才能开启。锦衣卫们可没有那个时间找机关，直接用铁锤砸开，举着火把钻进去。密道向下延伸10几丈，尽头是一扇铁门，撞开之后，火把的光芒照进去，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。银窖，3个相连的地下室，全是用青砖砌成，每个房间都堆满了银锭，白花花一片。点灯，带队的百户声音发颤，他从未见过如此之多的钱，更多的火把。灯笼被拿进来，荧光映的每个人脸上都一片惨白，全部带出去，一一登记。锦衣卫们一筐一筐的搬运出去。一室16万3千两，二室15万8千两，三室9万6千两。负责抄家的几个百户的手在抖，3个银窖加起来40多两，堪比国库。而且这还只是现银，宅子的库房里还堆着田契、房契、放贷的借据。粗粗一看，田产遍布北直隶、山东、河南，光京城内的铺面就有30几间。这王之兴，百户喃喃道：他一个太监要这么多钱干什么？又没鸟用。没人回答，所有人都在想同一个问题。一个太监就贪了近100万两，那满朝文武呢？天色降明未明，紫禁城还笼罩在一片青灰色的寒雾里。乾清宫暖阁，炭盆换过了新炭，火比昨夜旺了些，驱散了几分寒意。崇祯一夜未眠，只是稍微闭目养神，脑子里反复推演着接下来的每一步。皇爷，王承恩轻手轻脚的进来，低声道：高千户，哦不，高同志回来了，就在外候着。崇祯睁开眼，眼底没有丝毫倦意，只有一片沉静。
让他进来。是。脚步声很快响起，高文采一身风尘，官袍下摆还沾着夜露和不知从哪里蹭来的泥灰。他快步走进暖阁，扑通跪下，臣高文采叩见陛下，起来说话。崇祯看着他问道：如何？高文采深吸一口气，从怀中取出一份连夜赶制的清单，双手举过头顶，启奏陛下：洛阳信、王之兴、陆勋等12名犯官家产初步清点完毕，这是汇总清单，请陛下预览。王承恩接过清单，转呈到御案上。崇祯没有立刻去看，而是问道：先说个大概。是。高文采挺直腰板回答道：现银精器折算，总计约85万两，其中单王之兴一处宅邸地下银窖便起出现银41万8千余两，金器珍宝另计。暖阁里安静了一瞬，王承恩倒吸一口凉气，下意识地捂住了嘴。在大明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清官，因为靠朝廷的那边微薄的俸禄，连养自己都成问题，就不要说养那一大家子人了。他王承恩私下也受一些低下人的孝敬，但与王之兴比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同样都是大太监，他王承恩几十年的积蓄才不到5000，而王之兴单单现银就41万两。太仓库如今空空如也，各地催饷的奏书雪片般飞来，陛下为几百万两军饷愁得彻夜难眠。可洛阳信、王之兴这些蠹虫随便抄几家就是将近100万两。崇祯脸上没什么表情，因为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。高文采继续禀报：抄没各类田产地契，初步整理，总计10万4千余亩，遍布北直隶顺天、保定、河间、诸府、山东济南、兖州、河南开封等地，多为上等水田熟地。京城内外抄没店铺、宅院、货站、庄园共计273处，其中内城铺面141间，外城及近郊货站、车马店、酒楼等132处，另有古玩字画、珠宝玉器、家具陈设等，尚未及详细估价，粗粗估算亦不下50万两。高文采报完，额头见汗，既是累的，也是心头那股火燎般的情绪烧的。崇祯终于拿起那份清单，目光一行行扫过，清单写得很细，每一家、每一项，甚至每一箱银子的大致数目和成色都有标注。他的目光在几个数字上停留片刻：85万两现银，10万4千亩地，273处产业，这只是12个人的抄家所得。大明朝廷岁入多少？崇祯初年还能有1000多万两，到了这几年，天灾人祸，征税艰难，能实收500万两就要谢天谢地。而这笔钱要养9边数十万军队，要发百官俸禄，要维持皇宫和各地官府运转，杯水车薪。可这12只蛀虫，趴在王朝将倾的朽木上，就能吮吸出远超国库岁入1成的血肉。崇祯放下清单，抬起眼看向高文采，辛苦了。崇祯开口，听不出喜怒。一夜之间能理出这个大概，不易，为陛下办事，臣不敢言苦。高文采连忙道：所有现银立即押解入库，朕会调藤乡4位可靠军事协助。交由。崇祯略一沉吟，看向王承恩，现在他最能信任的也就是眼前的大太监了。于是崇祯继续道：交由王承恩与你共同监管，分库存放，严加把守，没有朕的手谕，1两银子也不许动。王承恩和高文采同事躬身，奴婢臣遵旨。田契、房契、借据等单独封存，造册备查，这些产业将来朕另有用处。至于那些珍宝古玩，崇祯顿了顿，继续道：挑几件不起眼，实用分给昨夜出力抄家的锦衣卫弟兄，算是朕的赏赐，其余全部封存，暂不动用。高文采一愣，随即眼眶有些发热。皇帝不仅记得他们的辛苦，这赏赐还赏到了实处，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。他重重抱拳道：臣代弟兄们叩谢陛下天恩。崇祯抬了抬手，说道：抄家之事尚未结束，名单上那些人，其亲眷、门客、关联人等也要梳理清楚，该流放的流放，该发卖的发卖，但要记住，不许肆意凌辱，按大明律办。朕要的是钱，是地，是肃清奸佞，不是制造更多冤魂。臣明白。高文采肃然应道：皇帝这话里的分寸，他听懂了。李若莲在整编锦衣卫，你这边抄家的事告一段落后，去协助他。你们2人如今是朕在锦衣卫最信重之人，当同心协力。是。臣定与李都督同心，为陛下重振锦衣卫鹰犬之威。崇祯点点头，又看向王承恩：承恩，你与高世民除了掌司礼监、整治内廷，还有一事，厂卫的耳目要给朕放出去，重点盯住经营那些将领、各家勋贵府邸。还有，他眼中寒光微闪，继续道：昨夜未波及的6部堂官、督察院那些御史，以及内阁剩下的几位大员，朕不要捕风捉影的谣言，朕要实据。他们每日见了谁，说了什么，府上银钱往来，田地产业变动，尽可能给朕查清楚。王承恩心中一紧，知道这是要对整个文官集团动手的前兆，尤其是东林党一派。他躬身应道：奴婢明白，东厂定然盯死他们，去吧。崇祯挥挥手，高文采先去歇息2个时辰，然后继续办事。2人行礼退出，暖阁里又只剩下崇祯一人。他重新拿起那份清单，目光落在85万两这个数字上，看了许久，脸上却缓缓浮现出一丝冰冷的弧度，没有狂喜，只有一种沉入骨髓的寒意和压抑在平静海面下的滔天怒火。洛阳信、王之兴12人而已，就能刮出这么多？那满朝诸子、天下藩王，那些是受国恩的勋贵们呢？他推开清单，走到那幅巨大的大明舆图前，地图上山河依旧，但关外辽东已是大片空白，陕西、河南涂满了象征动荡的暗色，湖广、四川等地也标记着流寇往来。大明像一件打满补丁又处处漏风的破旧棉袄，而棉絮正被这些蛀虫一点点掏空，换成他们自家地窖里冰冷沉重的白银。我记得历史上记载李自成入北京，考略百官，得银7000多万两，7000多万两。现在这85万两，连零头都算不上。钱在哪里？在成国公朱纯臣的府库里，在嘉定伯周奎的地窖中，在那些天天在朝堂上哭穷，说什么臣等俸禄微薄，家无余财的尚书、侍郎、都御史家里。崇祯的手指无意识地划过地图上北京城的位置，一股强烈的冲动涌上来，他想立刻让李若莲、高文采带着锦衣卫一家一家抄过去，把这些蛀虫的老巢全掀了，用他们的血肉给大明续命。但他死死压住了这股冲动，不行，现在还不行。昨夜清洗锦衣卫和内廷已经是极限操作，如今打草惊蛇。此刻的北京城，那些文官、
勋贵们恐怕早已从各种渠道得到了风声，正聚在一起，惊恐万分的商议对策，琢磨着如何自保，甚至如何反制。大明朝廷现在还不能彻底散架，至少表面上还需要这套官僚系统维持运转，征收那点可怜的赋税，传递政令，勉强维系着各地的秩序。如果现在就掀桌子，把所有官员推到对立面，那不用等李自成或建弩打过来，北京城自己就要先乱。他需要时间，需要更多锋利又听话的刀，也需要一个让这些人自己跳出来的机会。皇爷，王承恩的声音再次在门口响起，他去而复返，脸上带着一丝犹豫。可是崇祯没有回头。禀皇爷，奴婢方才忽然想起一事。王承恩走近几步，压低声音道：昨夜皇爷以雷霆手段处置了洛养性，那洛养性之前奉旨查办的周延如一案，如今洛养性死了，那周延如却还关在诏狱里。按以往惯例，这等失了圣心又有巨贪之嫌的阁臣，诏狱通常会在几日内让其并毙，以免牵扯过广。您看，周延如这个名字让崇祯眼神一动。前任内阁首辅，2度入阁，聪明有能力，懂权术，也曾短暂提振过朝政，但同样贪婪无度，结党营私，欺上瞒下。历史上他就是被崇祯赐死的，一个复杂的、功罪难掩的人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是文官领袖之一，门生部就遍布朝野，对朝廷盘根错节的关系网，对百官那些见不得光的勾当了如指掌。自己现在身边有什么人？王承恩忠心，但局限于内廷；李若莲高文采堪用，但资历尚浅，且是锦衣卫武职，难以介入文官系统。高时明老成，却也圆滑，真正能办事、懂规矩，还能在文官圈子里周旋的几乎没有，全是要么蠢，要么坏，要么又蠢又坏，一个聪明的坏种。崇祯转过身，周延如现在如何？奴婢之前留意过，关在诏狱最深处的单间，倒是没受什么大刑，但精神已经崩溃。王承恩回禀道：皇爷，此人可用吗？其罪不小，朝野非议甚多，罪朕自然清楚。崇祯走到御案后坐下，但他的家财朕更感兴趣，他能聚敛多少？还有他对这满朝文武又知道多少？王承恩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垂手不语。摆驾。崇祯站起身说道：去诏狱，朕要见周延如。皇爷，这诏狱污秽之地，恐冲撞圣驾，不如将其提来。王承恩劝道：不，太麻烦了，现在朕缺的就是时间。崇祯不容置疑说道：而且让他提心吊胆等着被提审，和朕亲自走到他牢门外，感觉是不一样的。承恩，带2个绝对可靠的人跟着。奴婢遵旨。诏狱最深处的单间比外面更加阴冷潮湿，墙壁上渗着水珠，地上铺的稻草泛着霉味，唯一的光源是走廊里远远透进来的一点微弱火光。周延如蜷缩在墙角一堆还算干燥的稻草里，身上裹着脏污的棉袍，头发散乱，胡须纠结，哪里还有半分昔日内阁首辅状元郎的风采？他两眼空洞地望着对面墙壁上的污迹，脑子里浑浑噩噩。从被锦衣卫所拿下狱那一刻起，他就知道自己在劫难逃。皇帝对他早已失去耐心，洛阳性那条恶狼又死死咬住他不放，贪污、结党、蒙蔽圣听，哪一条都够他死上几次。关进这诏狱单间，没上大刑，反而更让他恐惧。这通常意味着上面已经定了性。这几天，他听着狱卒的脚步声，每一次靠近都让他心惊肉跳，以为是来送断头饭的。恐惧和绝望像冰冷的水，一点点淹没他，蚕食他最后的精神。忽然，走廊尽头传来不同于狱卒的脚步声，不止一人。周延如浑浊的眼睛动了动，身体下意识绷紧，慢慢坐直了些。脚步声停在了他的牢门外，灯笼的光亮了一些，照亮了牢门外站着的人，一个穿着深色便袍的年轻人，身姿挺拔，面色在火光映照下有些明暗不定。周延如呆呆地看着那张脸，看了好几息，然后他像是被烙铁烫到一样，猛地弹起身，却又因为腿脚酸软无力，扑通一声摔在潮湿的地上。他不管不顾，手脚并用地爬到栅栏边，双手死死抓住冰冷的铁栏，眼睛瞪得极大。陛下！崇祯站在牢门外，平静地俯视着这个匍匐在地、状若疯癫的前任首辅。王承恩上前半步，将手中提着的灯笼稍稍举高，让光亮更清楚地照在周延如身上。周青，周延如额头撞在冰冷的石地上，发出沉闷的咚声，说道：罪臣，罪臣周延如叩见陛下，陛下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他磕得又快又重，几下之后额上就已见血。崇祯没有叫停，只是静静地看着周延如磕了10几下，几乎要晕厥过去，才听到那平静的声音再次响起：够了！他立刻停住，伏在地上，浑身剧烈颤抖，连头都不敢抬。抬起头来，崇祯说：周延如颤巍巍的，一点点抬起沾满污垢和血渍的脸，眼神里充满了无边的恐惧。卑微的祈求，还有一丝濒死之人看到任何一点光亮都会死死抓住的疯狂渴望。你的罪朕清楚，收受聚会、卖官鬻爵、结党营私、欺君罔上，哪一条都够朕诛夷3族。周延如身体抖得更厉害，牙齿咯咯打颤。你的家财，崇祯继续说道，朕也大致有数，苏州老家、扬州别业、京城宅邸、各地田庄店铺，这些年你聚敛了多少？100万两还是200万两？周延如猛地一颤。陛下怎么都知道了？朕现在给你一条活路。这句话像一道惊雷劈在周延如混沌的脑海，他猛地仰起脸，死死盯住皇帝，呼吸都停滞了。崇祯微微俯身，隔着栅栏看着他的眼睛，交出你80家产，朕免你死罪，准你戴罪立功。周延如瞳孔紧缩，80%，那几乎是他毕生积蓄的绝大部分，剜心割肉不过如此。但活路，朕的身边缺个能办事、懂规矩的人。朝廷现在是什么局面，你比朕清楚。朕需要有人替朕去理一理那些乱麻，去盯一盯那些魑魅魍魉。周延如2榜进士，状元及第，2入内阁，掌过书记，这满朝文武，谁是谁的人？谁和谁有勾连？谁家里藏着多少烟杂事？你心里有本账。朕问你，想不想要这个活路？想不想？周延如的脑子嗡的一声，血液仿佛瞬间冲上头顶，又瞬间冻结。活命，不仅活命，还能重新被启用。巨大的冲击让他几乎眩晕，但他毕竟是周延如，在宦海沉浮数十年的老狐狸，在极致的恐惧和极致的诱惑冲击下，残存的理智拼命运转，交出80家产，痛彻骨髓。但比起满门抄斩，
家产尽没，这已经是天大的恩典。皇帝既然开口要8成，那就是交易，是条件，答应了就有活路，甚至可能再有前程；不答应，立刻就是狱中病毙，家产照样保不住，全家老小也要跟着遭殃，几乎没有犹豫。罪臣叩谢天恩。周延如再次以头枪毙，这次磕得更响，带着一种劫后余生的癫狂。陛下隆恩，罪臣万死难报，罪臣愿尽，罪臣愿献出全部家产报效陛下，求陛下给罪臣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罪臣定当肝脑涂地，死而后已。朕说了，只要8成。崇祯纠正他，但默道：朕可不是赶尽杀绝的人，剩下的2成是你应得的，朕不贪你那点养家钱。周延如一愣，随即更加感激涕零。陛下仁德，罪臣，他哽咽着说不出完整的话。不过崇祯话锋一转，朕会派高文采亲自带人去清点，你写下手谕，交代清楚各地产业藏银所在。朕给你1夜时间想清楚，是把该交的都交出来，换一条生路，换一个可能的前程，还是……朱由检没有说下去，但剩下的意思，周延如懂。罪臣明白。周延如连连磕头。罪臣绝不敢再有丝毫欺瞒，定当如实交代，将所有家产清单呈报陛下。很好，崇祯直起身，你就在这里写，写完了交给王承恩，朕会让人给你换个干净点的屋子，笔墨纸砚一应俱全。至于日后如何用你，看你表现。说完，他不再看跪伏于地的周延儒，转身离去。王承恩深深看了一眼牢中之人，低声道：周大人，皇爷给的机会，千载难逢，望你好自为之。随即也快步跟上，脚步声渐行渐远。牢房里重归昏暗寂静，周延如依旧跪在地上，久久没有动弹，直到冰冷的湿气穿透衣袍，刺痛他的膝盖，他才猛地哆嗦一下，回过神来，脸上冰凉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。他抬起颤抖的手，摸了摸额头磕破的地方，疼痛让他更加清醒，活下来了。不仅活下来，还有了一线生机。8成家产让他心脏抽搐般的疼，那是他几十年苦心钻营、担惊受怕才攒下的啊！但转眼间，这股心疼又被强烈的求生欲和重新燃起的权力渴望压过。钱没了可以再捞，命没了就什么都没了。皇帝需要一把刀，一把熟悉文官体系能替他撕开一道口子的刀，自己就是这把刀。他慢慢爬起来，靠在冰冷的墙壁上，胸膛剧烈起伏，眼里却逐渐燃起一种近乎疯狂的光芒。写，把所有能交代的都交代清楚，不仅要交足8成，甚至可以多交一些，以示忠心。只有让皇帝看到自己的价值，看到自己的顺从，这条好不容易捡回来的命才能真正保住，甚至换得更多。回宫的路上，天色已大亮，但寒风依旧凛冽，吹得人脸颊生疼。崇祯坐在简易的监舆上，闭目养神。王承恩在一旁小心随行，启用周延儒是一步险棋，也是一步不得不走的棋。此人名声已臭，用他会招来非议，但他有能力，有手腕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现在除了紧紧依附皇权，别无选择。他会是一条好用且给予表忠心的恶犬。但崇祯的心情并没有因此轻松多少。周延儒的家产就算再翻1倍，估计也就100万来两，加上昨夜抄没的85万，或许能凑个112万两。听起来很多，可大明现在的窟窿有多大？九边欠饷累计超过600万两，这是压在军队头上，随时可能引发哗变甚至倒戈的火山。经营重整，锦衣卫重整，添置军械，招募新兵，哪样不要钱？这还没算即将到来的大战。李自成在西安称帝后，大军东进，所需军费更是天文数字，400-500万两，扔进去，连个像样的水花都建不起来，钱还是远远不够。而更多的钱在哪里？在那座座深宅大院、朱门府库之中。承恩，崇祯忽然开口：“奴婢在。你说昨夜之事，此刻朝中诸公应该都知道了吧？”王承恩心中一凛，谨慎答道：“常未回报，昨夜宫门虽闭，但各府暗通消息之人不绝。洛阳信、王之兴等人被处决，抄家，如此大事，恐怕此刻已是满城皆知。他们怕了吗？想必是怕的，怕就好。”崇祯望着前方巍峨的宫墙，继续道：“怕了就会想办法，聚在一起商量，串联，找靠山，或者准备后路。”他顿了顿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王承恩说：“朕现在恨不得把他们都抄了。成国公府、嘉定国府、英国公府，还有那一个个尚书、侍郎的宅邸，下面不知道埋着多少银子。抄了他们，至少数千万两军饷唾手可得。”王承恩听得胆战心惊，不敢接话，但朕知道此刻不能这样做。崇祯的声音逐渐冷了下来。现在抄了他们，北京立刻就要大乱，各级衙门瘫痪，政令不出紫禁城，九边听闻京师巨变，军心立刻瓦解，不用李自成来打，自己都能直接完犊子。王承恩低声道：“皇爷圣明，动若观火，如今还需稳住大局。稳住？怎么稳？他们现在惊弓之鸟，朕若示弱，他们立刻就会得寸进尺，抱团对抗，甚至暗中勾结外敌。朕若继续强硬，他们狗急跳墙，后果难料。他需要一根绳子套在这些人的脖子上，不能立刻勒死，但要让他们感觉到窒息，感觉到那绳子随时会收紧，同时还要给他们一个幻想，一个只要配合就能喘气的幻想。”想到这里，一个念头忽然划过他的脑海，有了，不能直接抄家，但可以让他们自己捐出来。崇祯再次开口：“承恩，奴婢在。回宫后立刻传朕旨意。”王承恩凝神静听，诏曰：“国事为艰，虏寇交哄，九边将士消复和歌，久缺粮饷，朕心恻然。今内倘匮乏，筹措为艰，然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况识君之路者乎？朕决意自内承运库拨银20万两，以为畅帅。”崇祯语速平缓，却字字清晰，着令在京文武官员、勋戚宗室、富商大贾量力捐饷助国，共度时艰。捐书数目各随心力，朕不强求，然忠君爱国之心，天地可见。所捐银两专供九边军饷，朕将遣专员登记造册，公示天下，以彰一举，望诸臣工体朕苦心，踊跃书将，莫负朝廷仰视之恩。朱由检顿了顿，补充道：“
旨意中不必提昨夜之事，只强调国难当头，君臣一体，捐多捐少，全凭忠心。另让司礼监传旨时，语气可恳切些，甚至可示弱一二。王承恩仔细记下，心中已是翻江倒海。捐饷，皇爷这是要让百官自己掏钱，这怎么可能？那群铁公鸡平日里不从国库里多支1钱银子都算不错了，如今要从他们自己口袋里往外掏钱，还是捐，这怎么可能？但随即他隐隐明白了皇帝的用意，这不是真的指望他们能捐出多少，这是试探，是摸底，谁捐了，谁没捐，谁捐的多，谁捐的少，或者只捐些破烂玩意儿敷衍，谁积极响应，谁暗中抵制，甚至冷嘲热讽。这一份捐书清单就是一张绝佳的考卷，是把满朝文武放在火上烤，逼他们亮出立场的阳谋。捐得痛快，数额巨大的，或许可暂时标记为可观察对象，甚至潜在拉拢对象；一毛不拔或者敷衍了事的，那就是下一步需要重点关注乃至动手清理的目标。而且皇帝自己先捐了20万内堂，占住了大义名分，日后若对某些人动手，这就是现成的罪名。国难当头，君父带头节衣缩食，捐书助饷，而等是受国恩，却一毛不拔，做事将士饥寒，其心可诛。先礼后兵，给他们一次破财免灾的机会，就看他们自己要不要了。高，实在是高。王承恩想通此节，背后惊出一身冷汗，同时对这位忽然变得深不可测的皇爷生出更深的敬畏。皇爷圣明，他深深躬身道：奴婢这就去司礼监，让他们即刻拟旨，明发天下。不急，崇祯抬了抬手，先回宫。对了，崇祯看向王承恩，继续道：等会旨意发出去后，让东厂和锦衣卫给朕把眼睛擦亮，耳朵竖直，给朕盯死那些重臣府邸，谁家说了什么，谁和谁密会，谁家有东西抬出，谁家连夜派人出城，无论巨细，朕都要知道。王承恩肃然应道：奴婢明白。监于进入宫门，穿过一道道朱红的高墙，崇祯重新闭上眼，靠在了椅背上，脑中那根紧绷的弦并未放松。很快，暖阁到了。王承恩捧着刚刚由司礼监秉笔太监精心拟就、墨迹未干的捐饷诏旨，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，准备安排后续传达事宜。暖阁内又只剩下崇祯一人，炭火噼啪，映着他没有表情的侧脸。他走到那幅巨大的大明舆图前，目光再次落在北京城的位置上，手指抬起，轻轻点在那个代表皇城的标记上。窗外天色已然大亮，但冬日的阳光苍白无力，驱不散笼罩京师的沉沉寒意。崇祯站在图前一动不动，许久，他低声自语：钱朕先借，路给你们自己选，就看你们是要钱还是要命了。午时，坤宁宫皇后的午膳很简单，一碟腌白菜，一碟豆腐，一碗米粥，唯一算得上荤腥的是切得极薄的几片腊肉。这是崇祯朝后宫的规矩，皇帝带头节俭，皇后自然更需做表率。她吃得很慢，银柱夹起一片白菜，放进嘴里细细咀嚼。贴身宫女秋月轻手轻脚的进来，走到她身侧，俯身低语了几句。周皇后手中的银柱微微一顿，捐饷。她抬起头，秀美的脸上闪过一丝惊愕。是。秋月继续道：旨意刚发出去，命在京文武官员勋戚宗室亮丽捐书。周皇后放下银柱，碗里的粥还剩大半，但她已经没了胃口。国事艰难，她是知道的。皇帝这些年来日益憔悴，头发早生华发，她看在眼里，疼在心里。可国库空虚到要皇帝下旨让百官捐书，这局面比她想象的还要坏。她忽然想起自己的父亲嘉定伯周奎，那个视财如命、一毛不拔的铁公鸡父亲。旨意里说勋戚宗室，自己的父亲首当其冲。以父亲的性子，想到这里，周皇后猛地站起身。秋月平退左右。是。殿内侍立的宫女太监无声退下，只剩秋月一人。周皇后快步走进内室，打开窗帘，铜镜映出她略显苍白的脸。她没看镜子，只伸手从窗帘最底层取出一个紫檀木匣，打开木匣，拿出了里面的几件首饰。一只龙凤金簪，那是大婚时先帝御赐的，纯金打造，龙凤盘旋，嵌着红蓝宝石。一对东珠耳坠，珠子圆润银白，是某年她生辰时皇帝赏的。一只翡翠镯子，水头极好，是母亲当年给她的嫁妆。还有其他几件金钗玉佩，都是她这些年攒下的提己。周皇后看着这些首饰，眼神有一瞬间的不舍，但很快被决绝取代。她将木匣整个端起，塞进秋月怀里，把这些全部拿去变卖。秋月抱住木匣，手有些抖。娘娘，这些都是您最心爱的，国都要没了，还要这些身外之物做什么？周皇后说着，又想到了什么，她起身走到床榻旁，从枕下摸出一个锦囊，倒出来是一把碎银子和10几颗金瓜子，这是她平日里省下的月例，这些也添上。她把碎银金瓜子也塞进秋月手里，然后走到书案前，铺开纸，提笔疾书，写完了，她折好信纸，递给秋月。这封信连同银两首饰一并送去嘉定伯府，亲手交给我父亲。秋月接过信，迟疑了一下，随即抱紧木匣和锦囊，深深一服。奴婢明白了，这就去，从角门走，莫让人看见。是。秋月匆匆退下，殿内又只剩下周皇后一人。她走到窗前，推开一条缝，冷风灌进来，吹得她打了个寒战。她望着乾清宫的方向，许久，轻轻叹了口气。父亲，莫让女儿失望啊！嘉定伯府，旨意送到嘉定伯府时，周奎正在暖厅里抱着手炉喝茶。听管家念完旨意，他疼的一下站了起来，手炉差点摔在地上。又要钱！周奎嗓门拔高几层，脸上的横肉都在抖。老夫哪来的钱？内躺20万，他的兜里比脸还干净，定是做样子罢了。管家垂着头不敢接话。周奎在暖厅里来回踱步，越说越气。亮丽捐书，说得好听，这摆明了就是要逼我们这些皇亲勋贵先掏腰包。老夫这些年容易吗？攒点家底我容易吗？正骂着，另一个小厮慌慌张张跑进来。老爷，宫里来人了。周奎一愣，宫里谁？是皇后娘娘身边的秋月姑娘，说有要事见您。周奎心头一跳，连忙道：快请！不，我亲自去。他快步走到偏厅，秋月已经等在那里，怀里抱着一个不小的包袱。平退左右后，秋月将包袱放在桌上，打开，龙凤金簪、东珠耳坠、翡翠镯子，还有那个装碎银金瓜子的锦囊。周奎眼睛直了，这是国丈大人。秋月扶了扶，将周皇后的信双手呈上。娘娘命奴婢将这些送来，还有这一封亲笔信。周奎接过信，匆匆扫过，信不长，但字字刺眼。
国事至此，陛下掏空内堂，周家受国恩为皇亲，务必深明大义，至少捐书10万。若此事敷衍，我在宫中无颜面对陛下。周家祸不远矣。周奎脸色变了又变，看完信，他盯着桌上那些首饰，眼珠开始转动。这时，周夫人也闻讯赶来了，她是皇后的生母，性子比周奎软，也更明事理些。看到桌上那些首饰，她眼圈一下就红了。这是娘娘的提己啊，妇道人家懂什么？周奎不耐烦的摆摆手，却伸手拿起那只龙凤金簪，掂了掂分量，又对着光看那宝石成色。秋月低声道：“娘娘说这些首饰是她的劝谏，请国丈务必以大局为重。”周奎没说话，只是反复看着金簪，又看看信。周夫人抹了抹眼泪，小心劝道：“老爷，女儿信中言辞恳切，还有景女，如今陛下连杀近臣，显示急了。你若捐的太少，女儿在宫中难做。陛下那边你懂什么？”周奎打断他，但语气不像刚才那么冲了。陛下这是要榨咱们的辛苦钱，谁捐得多，谁就是肥羊，下一步就得被抄家。洛阳信怎么死的？王之心怎么死的？你忘了？周夫人一哆嗦。可咱们是皇亲啊，总得做个样子。女儿连提起都拿出来了，你这当爹的样子自然要做。周奎沉吟着，眼里的狡黠之色越来越浓。他放下金簪，背着手在偏厅里走了2圈，忽然停下，一拍大腿，有了！周夫人和秋月都看向他。这样，周奎走到桌边，指着那些首饰。娘娘的这些应该也值个5000两，老夫再添5000两。对外就说我家定伯周奎感念皇恩，回家收纳，捐饷1万两。这数目不多不少，面子里子都有了。周夫人愣了，1万两，老爷这是否太少了？你懂什么？周奎瞪他一眼。那些个老尚书能捐出1000两就算忠臣了，我1万两已是天大的表率，这叫分寸，懂不懂？秋月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终究没敢开口。娘娘虽说拿这些凑个5000两，可单单那个凤钗就已经足够了，可她只是一个奴婢，说多了就僭越了。周奎已经盘算开了，他唤来管家，吩咐道：“交代你2件事，立刻去办，将这些首饰速去御风当变现，记住，一定要是我那侄亲自点算，值不值5000两。第二，准备捐书清单，将5000两现银，不，先值1000两现银，剩下的去库房里找，那些压箱底的就绸缎。老铜器用不着的摆上，折价4000两，凑足5000之数。”管家听得目瞪口呆，老爷就绸缎折价4000两，这会不会太什么太？周奎一瞪眼，那些绸缎虽然是旧了点，但都是好料子，铜器也能熔铸成铜钱，怎么就不能折价了？而且陛下不也经常发一些陈年旧货给咱们当俸禄吗？快去！管家不敢再多说，连忙应声退下。周奎又对秋月摆摆手，你也回去吧，告诉娘娘，为父知道了，一定深明大义，让她放心。秋月看着周奎那张掩不住得意算计的脸，心头直抽筋，连自己女儿的提己钱也贪。她心中轻叹一声，随后扶了一扶，转身退了出去。偏厅里只剩周奎夫妇。周夫人忧心忡忡，老爷，这样真的行吗？陛下若是较真，周奎哼了一声，陛下现在敢较真吗？满朝文武谁家干净？逼急了，大家一起翻脸。陛下这皇位还坐不坐得稳？他走到窗前，望着阴沉的天色，喃喃道：“1万两已经给足面子了。”与此同时，陈衍府邸旨意送到内阁首辅陈衍府上时，陈衍正在书房看书，但听完旨意，那本书就再也看不下去了。不到半个时辰，几顶小轿从后门悄无声息地进了陈府，来的都是核心人物，魏藻德、张敬彦，还有2位督察院的御史。密室门窗紧闭，炭火烧得旺，但每个人脸上都凝着一层寒霜。都到了。陈衍坐在主位，手里捏着那份抄录的捐饷诏纸，脸色铁青。到了。魏藻德低声道：“是极矣，不得不惧。”陈衍将诏纸往桌上一拍：“诸位都看到了，陛下此诏名为捐书，实为探底。昨夜清洗肠胃，血还未干，今日便逼我等自量家底，不简单啊！”张敬彦咬牙道：“这是阳谋，若捐多了，陛下必与我等拒赴何来？”魏藻德看向陈衍，元府当务之急是统一口径，绝不能自乱阵脚。陈衍沉默片刻，缓缓道：“诸公以为该如何应对？”几人交换眼色。张敬彦先开口，咬定清贫，我等皆是两袖清风，俸禄微薄，家无余财，此乃天下共知，光说不行，得拿出东西。魏藻德补充道：“象征性捐献，每家实际准备100两至500两现银，再搭配大量折价物，如古旧书籍、普通字画、陈旧布料，将总额撑到1-2千两的样子，面子上过得去即可。”陈衍手指敲着桌面，范景文、倪元禄、施邦耀那些人呢？他们若是实打实的捐，甚至变卖家产，岂不显得我等？所以要盯死他们。张敬彦急道：“立刻派人盯住这几家，看他们如何反应。若他们捐得多，我们便联名上书，赞其忠义；实则将其架在火上烤。若他们捐得少，那正好，大家都一样。”陈衍眼中闪过一丝阴冷，他缓缓站起身，走到密室墙边，看向墙边挂着的大明江玉图。诸公，他转过身，小声道：“别忘了，这天下未必只有北京一个朝廷。”密室里的空气骤然一凝，魏藻的脸色发白。陈阁老，此言是未雨绸缪罢了。陈衍摆摆手，回到座位。我等是受国恩，自当忠君报国，但也要为自己、为家族留条后路。他看向众人，一字一句道：“此事我只是给诸公提个醒，今天就到这吧。咱们只要记住3点即可：统一哭穷，咬定清贫；第二，象征性捐献，以折价物充数；第三，监视范景文、倪元禄等清流，以及陈国公、英国公府等勋贵，看他们如何反应，随时调整策略。另外，”陈衍停顿了一下，继续道：“各家暗中准备，若有风吹草动，该转移的尽早转移。”几人面面相觑，最终还是缓缓点头。事不宜迟，各自回去准备吧。陈衍挥挥手，记住，此刻更要同舟共济。我等明白。旨意传到范景文府上时，这位工部尚书正在书房里写奏书，听到捐饷2字，他笔尖一顿，墨迹在纸上晕开一团。沉默了片刻，他放下笔，对侍立的老仆道：“去，将我书房里那套《史记》善本，还有博古架上那对宣德官窑青花瓶，拿去市集，尽快卖了。”老仆一愣：“老爷，那套《史记》是您最心爱，国都要没了，要书何用？”范景文催促道：“
快去！”老仆红着眼眶退下。范夫人默默走进书房，手里捧着一个小布包，放在书案上，打开，里面是几只银簪，一个银镯，还有2个小小的银鬓。妾室只有这些了。范夫人低声道。范景文看着那些妇人的首饰，眼眶忽然一热，他握住夫人的手：“委屈你了。”“不委屈。”范夫人摇头。夫妻一体，国若破了，家又何存？这时，他们的儿子，一个16、17岁的少年，从门外进来，手里拿着一块玉佩。“父亲，这是我的。”范景文摆摆手：“你的留着，为父还未到要儿子贴补的地步。”范超直接塞到父亲手中，笑道：“能多凑1两，前线将士或能多一分保暖。父亲拿着吧。”范景文轻叹一声，还是将其收了下来。此刻，倪元禄府邸，倪元禄接旨后，直接去了库房。说是库房，其实也就是一间偏屋，里面没什么贵重物件，只有些旧家具，还有一堆铜器、香炉、烛台、铜盆，甚至门环。倪元禄指着那些铜器，对管家道：“全部熔了。”管家惊呆了：“老爷，这些可都是熔了？”倪元禄重复道：“铜能铸钱，也能铸炮，总比摆在这里生锈强。”他顿了顿，又道：“我书房里还有几方古砚，也拿去卖了，应该能凑些银子。”管家声音发颤：“老爷，您为官清廉，家底就这些了。若是都国事至此，身外之物何惜？”倪元禄笑了笑，笑容里满是苦涩，只恨自己力薄，不能多捐。石帮要府邸更显凄清，石帮要正与夫人对坐，桌上摊着几张地契，老家那几十亩田抵押出去，或许能借个100两。夫人垂泪：“老爷，那是祖产啊，祖产。”石帮要摇头：“国若亡了，祖产守得住吗？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”他收起地契：“我现在就去钱庄。”眨眼之间，夜幕降临，崇祯坐在御案后，手里拿着一份无关紧要的请安折子，目光却不在纸上，他在等。殿外传来脚步声，王承恩先到了。皇爷，王承恩躬身，东厂耳目回报说，旨意下达后，各府邸人马频繁出入，尤以嘉定国府、成国公府、陈岩府为甚。崇祯抬眼。具体，嘉定国府管家周府于未时3刻即赴城南御风荡，约2刻钟后出，怀中似有重物，御风当背景已查清，系周魁侄儿周父所开。崇祯眼神一冷，陈演府邸在申时出客，有数顶小轿从后门入，分别是魏藻德、张敬彦等人，密会约半个时辰后散去。清流如范景文、倪元禄等家却有变卖实物之举。范家老仆携书籍、慈嫔去了集市，倪家正在熔铸铜器。崇祯手指轻轻敲着桌面。成国公府呢？成国公府表面平静，但后门有车辆进出，装载何物尚不清楚。正说着，殿外又传来脚步声。高文采和李若莲几乎同时到了。陛下，两人行礼。文采先说。崇祯道。高文采躬身。周延如于诏狱中听闻捐饷事，主动表示愿写信给旧部门生劝捐，被臣拒绝了。崇祯扯了扯嘴角。他倒是机灵。还有呢，市井已开始流传陛下要逼百官掏钱的消息，人心惶惶。有些官员府邸的下人在酒馆茶肆抱怨，说自家老爷正在翻箱倒柜为国捐饷呢。为国捐饷，他们倒是会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朕倒是成了压榨他们的恶神了。崇祯看向李若莲，若莲，臣在，你那边。李若莲挺直腰板，回禀道：启奏陛下，藤乡4尉整编初步就绪，已剔除所有空额与老弱，另有众多锦衣卫主动表示愿捐出部分奉饷，以助军资。崇祯神色稍缓，褒奖，但暂不接受。将士奉饷本就微薄，不能再克扣。臣明白。李若莲继续道。另外，锦衣卫外围监视发现，个别勋贵府邸后门有车辆装载香笼疑似出城，查了吗？查了，箱内是寻常杂物、旧衣物、破损家具等，似是试探，或为转移视线。崇祯沉默了片刻，说道：传旨。王承恩立刻躬身。明日卯时，朕于皇极殿前亲授捐书。王承恩深深躬身道：奴婢遵旨。李若莲，臣在，带你整编的锦衣卫，今夜控制京城各门，无朕手谕，严查任何官员、勋贵府邸出城车辆、人员，不得放过一个。臣领旨。高文采，臣在，带人继续盯死嘉定伯、成国公、陈岩等人府邸，若有异动，随时来报。是。与此同时，坤宁宫秋月空着手回来了。周皇后一直在等，看到秋月回来，连忙问道：如何？秋月跪倒在地，带着哭腔说道：娘娘，国丈大人说捐饷1万两。周皇后一怔，1万两？他给的那些珠钗首饰都不止1万，原本是想让父亲明白自己的用意，没有想到父亲只添5000两，合着这1万两，他是1分都不出啊！想到这里，周皇后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，她缓缓坐下，手指紧紧攥着衣袖，指节发白。父亲啊，父亲，你怎么能这样？次日天色未明，寅时刚过，皇极殿前的广场上已经黑压压站满了人，北风卷着地上的残雪，打在脸上像刀子。官员们缩着脖子，跺着脚，呼出的白气瞬间凝成霜。几张长桌摆在殿前，单陛下、司礼监的太监和户部几个主事坐在后面，面前摊开厚厚的册子，几个炭盆摆在一旁，火苗微弱，聊胜于无。锦衣卫列队站在四周，手按刀柄，面无表情，气氛压抑的让人喘不过气。卯时正，钟鼓楼传来悠长的钟声，陛下驾到。尖锐的唱诺声刺破寒风，所有人齐刷刷跪倒。崇祯从皇极殿内走出来，身上穿着长服，外面罩了件黑色大氅，他没坐御座，就站在单壁最高处，俯瞰着下面黑压压的人群。都起来吧！众人谢恩起身，垂手而立。崇祯的目光扫过全场，在几个人身上停留片刻。周奎、陈演、魏藻德、成国公朱纯臣。他收回目光，对王承恩点了点头。王承恩上前一步，高声道：奉陛下旨意，今日于此亲授捐书，以记9编军饷。朱臣公依序上前报名捐书数目、品类，登记造册。话音落下，广场上一片死寂，没人动，都在等。等第一个人站出来，周奎左右看了看，一咬牙，出列了。他是皇后的父亲，当朝国丈，这种时候必须带头。他走到登记桌前，深深一躬，转身对着单壁上的皇帝又拜了下去。陛下，老臣闻陛下捐饷诏，心如刀绞，夜不能寐。国事至此，臣等食君之路，不能为君分忧，愧对天恩啊！他抹了抹没有泪水的眼角，继续哭诉道：
老陈虽清贫办事，仅有祖产薄田几亩，但国难当头，岂能牺牲？他一挥手，身后10几个州府家丁排着7、8口大木箱，吭哧吭哧走上来，放在桌前。周奎亲自上前，打开最前面的2个箱子，白花花的银锭，有点晃眼。陛下，这是老陈变卖祖产所得现银5000两。随后他又指向后面那些箱子，这些皆是老陈府中历年积攒的财物，绸缎30匹，铜器50件，还有老陈珍藏多年的珍宝若干。他扯了扯自己身上那件半旧的酱紫色袍子，老泪纵横。若不是老陈这身袍子穿了7年，当铺不收，否则必为陛下多献上几两军饷。老陈惭愧啊！说完，周奎扑通跪倒，以头枪地。若不知道实情，以周奎这副模样，妥妥的再是诸葛亮啊！广场上一片寂静，只有风声。崇祯站在单壁上，看着下面跪着的周奎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许久，崇祯方才开口。国丈深明大义，朕心甚慰，起来吧。谢陛下。周奎颤巍巍起身，退到一旁，暗中松了口气。有了周奎打头，后面的人陆续动了。首辅陈衍缓缓走出，他只带了一个小木匣，走到桌前，打开，里面是几个大银锭，加起来约莫200两，还有2卷泛黄的旧画。陈衍蒙陛下不弃，忝居首辅，然俸禄微薄，仰赖陛下赏赐方能度日。今闻九边将士饥寒，心如刀绞。陈特献历年积攒的俸禄200两，以及先祖遗物字画2卷。此画虽不值钱，却是陈祖上所传，今献于朝廷，愿将士忠勇，如画中松柏，金霜不雕。陈衍摸了一把眼角，继续道。臣已命家人日食1周，节衣缩食，与将士们同甘共苦。说罢，魏藻德捧着一个更小的锦盒缓缓上前，打开，里面是5锭银子，每锭20两，旁边还有几本线装书。臣魏藻德，一介书生，身无长物。子曰：君子固穷，臣乃读书人，唯有俸银与藏书，今献俸银100两，并珍藏《论语》注书1套，愿前线将士忠勇仁义，如圣人教诲。说着，他目光扫过人群中的范景文等人，继续道。听闻有同僚变卖祖产，臣深愧不如，然实在家无余财，唯有此心可招日月。范景文站在人群中，脸色平静，袖中的手却攥紧了，一个比一个说得好听，说不知道他们的下人都比他们这些清流过得滋润。紧接着勋贵们一一上场，成国公朱纯臣捐了500两现银，外加几件祖传兵器，看那兵器成色，不知是从哪个犄角旮旯翻出来。英国公张氏则捐了300两，外加战马1匹，其他侯伯经世大员纷纷效仿。陈家中田地今年欠收，租子收不上来，府中人口众多，开销甚巨，实在捉襟见肘。祖产多为不动产，一时难以变现。哭穷的声音此起彼伏，一个比一个凄惨。轮到清流时，画风骤变，范景文走上前，从袖中取出一个小布包，打开，里面是整整齐齐的银锭和碎银。陈范景文，现银120两。声音平淡，没有多余的话。倪元禄上前，献上100两银子。李邦华。施邦耀，一个个清流官员捐出的都是实打实的银子，数目不多，几十两到100多两不等，但清单明细清晰，没有一件折价就物，而且他们是真的拿出那么多。陈时末，最后一名官员登记完毕，王承恩合上册子，走到单壁下，躬身禀报。启奏陛下，捐书已毕，总计捐银19万8千两，其中现银7万9千两，余者皆为折价物品。广场上一片死寂。19万8千两听起来不少，但九边欠饷是600万两，杯水车薪，而且这19万8千两真正能立刻用的现银还不到8万。崇祯站在单壁上，俯瞰着下面垂手而立的百官，心中一阵无语，自己果然还是小看了他们寇。不过也好，既然给了他们机会，他们不要，那他就只能用一用这手里的皇权了。想到这里，崇祯深呼一口气，面带喜色。朱清辛苦了，朕心甚慰，散朝吧。说完，他转身走回皇极殿内，百官愣在原地。这就完了？没有斥责，没有追问，甚至没有多说一句话。周奎和陈衍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一丝疑惑，还有隐隐的不安。太安静了，安静的让人心里发毛。辰时3刻，坤宁宫早上依旧简单，就只是一碗蔬菜粥而已。周皇后坐在桌旁，没动筷子，因为父亲的事她吃不下，而且现在前朝还在捐书，不知陛下看到国丈只拿出1万两做表率，心中又作何感想？想到这里，他轻叹一声，若不是后宫不得干预朝政，他真想过去看看。希望陛下不要因此迁怒父亲。就在此时，殿外传来脚步声，周皇后扭头看向门口，见是崇祯，立马起身行礼，参见陛下，免了。崇祯摆手，走到桌旁坐下，看了一眼桌上的菜粥，问道。皇后就吃这个，国事艰难，我身为皇后，理当节俭。崇祯从袖中取出一份折子，放在桌上，推到她面前。皇后看这个。周皇后看着那份折子，手指微微颤抖。她伸手拿起，打开，是东厂的密报。坤宁宫宫女秋月携包袱出角门，赴嘉定伯府，嘉定伯府管家周府，即赴城南御风当，2刻钟后出，怀中藏物。御风当掌柜周府，系周奎侄儿，周府所当之物，乃宫中珍品。周皇后看到这些，脸色一点点白下去，最后手指一松，折子掉在桌上，她扑通跪倒在地。陛下，我有罪。崇祯看着她，没说话。王承恩悄然屏退了所有服侍之人，退到殿外，关上了门。殿内只剩下帝后2人。我不该欺瞒陛下。周皇后伏在地上，肩膀颤抖。我以为父亲会明白，所以私自将一些陛下赏赐的金银首饰送出，本想劝父亲深明大义，让其多捐一些，只是我没想到父亲竟会如此。他说不下去了。崇祯沉默了片刻，站起身，走到他面前，伸手扶他起来。我过来不是来问罪的，朕知你已尽力，甚至连为数不多的梯级都拿出来了。周皇后抬头看他，眼里满是惶恐和愧疚。崇祯将他扶到椅子上坐下，自己坐在一旁。朕实话告诉你，这次捐饷本就不指望他们掏钱。周皇后一愣，国库空虚，九边欠饷600万，区区几十万两，塞牙缝都不够。崇祯看着他，虽然自己是魂穿者，但接受了崇祯记忆的他，已经彻底将自己视为崇祯帝了。朕要的不是他们的钱，是他们的态度。周皇后似懂非懂，但你父亲实在太过分了。崇祯语气冷了下来。
这些年他仗着自己国丈的身份，不知敛财多少。若不是看在皇后你的面子上，我岂会睁一只闭一只眼？1万两，一半是就绸缎破铜器，剩下的一半还是你的梯级钱。他真当文聘是3岁孩童，看不出他那点把戏。周皇后脸色更白，嘴唇哆嗦。陛下要如何处置周家？这是他最怕的。崇祯看着他许久，缓缓道：“看在你的情分上，朕不杀他，也不会定罪。”周皇后猛地抬头，眼里闪过一丝希望。毕竟你我是夫妻啊。崇祯说。周皇后眼泪涌出来，谢陛下。但是崇祯打断他，国难当头，你父亲这钱我必须要借。周皇后愣住。借，对，借。朝廷暂时周转不灵，向国丈借些物件应急，等日后国库宽裕，照价偿还。你陪朕去一趟嘉定伯府，就说你想念娘家，朕陪你回去看看。剩下的你不用管，只需在一旁坐着即可。周皇后呆呆地看着他，她忽然明白了，陛下不是要问罪，这是要亲自去拿，以做客的名义，以借的名义。虽然这种做法不是一国之君该做，但现在的大明王朝还需要什么体面？他又想起父亲那张贪婪的脸，想起他算计的眼神，想起他把自己梯级首饰拿去变现，却只添了5000两旧物充数的嘴脸，心里那点对亲情愧疚和犹豫，忽然就淡了。他咬了咬嘴唇，站起身，深深一伏，遵旨。4时初，嘉定伯府的门房正靠着门打盹，忽然远处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地面微微震动。门房一个机灵睁开眼，探头往外一看，顿时吓得魂飞魄散。黑压压的军队正朝府门开来，500名腰挎绣春刀的锦衣卫，500名黑衣挎刀的东厂番子，1000多名甲胄森严的禁卫军。队伍中间还有近100辆普通的马车，没有銮驾仪仗，但门房一眼就认出，最前面那辆马车旁骑马的人正是司礼监秉笔太监王承恩。老爷！门房连滚带爬冲进内院，就连声音都变了几个调。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周奎正在花厅里喝茶，盘算着早朝的事，听到门房的惨叫，手一抖，茶杯啪地摔在地上。慌什么？他呵斥一声，皇上来了，皇后娘娘也来了，而且还带了好多人，好多兵。门房语无伦次说着，周奎脑袋嗡的一声，他冲出花厅，奔到府门口，只看了一眼，腿就彻底软了下来。黑压压的军队已经把整条街都堵住了，锦衣卫在府门外列队，手按刀柄，东厂番子散开，控制各个路口，禁卫军在外围警戒，长枪如林。最前的那辆马车停下，车帘掀开，崇祯先下来，接着扶下皇后，两人都穿着常服，看起来就像寻常夫妇回娘家，但身后那上千军队让这一幕显得无比诡异。周奎强迫自己挤出笑脸，迎上去，腿却在发抖。陛下，娘娘，你们这是？崇祯笑着扶住他。这里不是皇宫，岳父不必多礼。皇后思念娘家，朕陪她来看看。这些不过是随行护卫，毕竟如今世道不太平，离闯的探子说不定已经混进来了，小心些好。周奎看着那些军队，又看看皇帝脸上温和的笑容，冷汗顺着脊背往下流。谁家女儿回娘家，搞得跟出征一样。可是眼前的是当今皇上，他哪敢质问？是，陛下考虑周全，快请进。他侧身让开，请客进门。崇祯携着皇后走进府门，李若莲、王承恩紧随其后，500场卫跟进100，其余守在府外，500锦衣卫全部跟进，散入府中各处。禁卫军控制外围街巷，州府的家丁仆役们吓得缩在角落，大气不敢出。若不是皇帝说是陪皇后回娘家，他们都以为皇帝是过来抄家灭门的。国丈府前厅，崇祯做了主位，周皇后默默坐在一旁，周奎陪着笑脸，亲自奉茶。陛下请用茶，这是老臣珍藏的雨前龙井。崇祯接过，抿了一口，点头。好茶。放下茶杯后，崇祯并未开口，而是环顾四周。国丈府前厅布置得很讲究，紫檀木的桌椅，墙上挂着名家字画，多宝阁里摆着瓷器玉器，角落立着一扇巨大的紫檀木雕花屏风，每一件都价值不菲。岳父，这宅子修得不错啊。崇祯笑道。周奎心里一紧，连忙道：都是些赝品摆件，不值钱，不值钱。哎，岳父谦虚了。崇祯站起身，走到那扇屏风前，仔细看了看，这雕工，这木质，至少是嘉靖年间的东西吧。周奎汗都下来了。是有些年头，不过是仿品而已。崇祯又走到多宝阁前，拿起一个青花瓷瓶，对着光看了看，官窑的，釉色正，画工细，难得。周奎腿开始发软，只是一件做工精湛的仿品而已，不值钱，不值钱。崇祯放下瓷瓶，转身看着周奎，笑道：岳父，朕难得来一趟，不如带朕参观参观。皇后与岳母也许久未见，正好让他们说说女人之间的话。周皇后适时开口：母亲，女儿有些梯级话想与您说。周夫人看了看丈夫，又看了看皇帝，只得点头。好，两人起身去了内室。周奎想拦，却不敢。此刻的崇祯已经抬脚往外走了。岳父，请吧。周奎只能硬着头皮跟上。王承恩、李若莲紧随其后，一群场卫和锦衣卫无声地跟在后面。崇祯背着手，在府里闲庭信步，过厅、书房、花厅、厢房，每到一个地方，他都会停下来点评几句。这方端砚是宋坑的吧？石质温润，难得。这玉山子雕的是蓬莱仙境，好手艺。这对黄花梨圈椅包浆浑厚，有些年头了。他每说一句，王承恩就在身后低声对旁边的场卫吩咐一句。周奎跟在旁边，冷汗浸透了里衣。他算是看明白了，皇帝这不是来做客的，这是来看货的。回到前厅后，崇祯坐了下来，周奎站在一旁，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放。岳父也坐啊，这里不是皇宫，咱们就像寻常岳父女婿的关系即可。崇祯的这话更让周奎坐立不安，心里直发毛。崇祯叹了口气，岳父，老臣在早朝捐书，你捐了1万两，朕心甚慰，但九边缺饷600万，20万两，杯水车薪啊。周奎立刻哭穷，陛下，老臣实在家底已空，那1万两已是倾尽所有。崇祯摆摆手，打断周奎的睁眼哭穷。朕这次不是来要岳父捐钱。周奎一愣，朕是来借的。崇祯看着他，微微一笑，借。周奎没听懂，心里觉得眼前的皇帝不怀好意，可身为一朝天子，总不会没脸没皮强借吧？对，借。崇祯点头，继续道：国难当头，朝廷暂时周转不灵，朕想向岳父借些物件应急，等日后国库宽裕，照价偿还。他指了指刚才看过的那些东西，比如那对青花瓶，那扇屏风，那方端砚，那玉山子。
那些桌椅正看就不错，拿出去多少也能换点银子，凑凑军饷。周奎脑子嗡的一声，借，这分明是要抢。周奎急道：那些都是赝品。仿品不值钱啊，陛下若要借，臣还有些现银以及田产，可以再凑一些。崇祯摇了摇头，说道：现银岳父还要度日，朕拿走了，岳父这一大家子怎么养活？朕不挑，这些瓶瓶罐罐桌椅摆设，虽是一些赝品与仿品，但能换点钱就行。他看向王承恩，点了点头。王承恩上前一步，高声道：陛下有旨，向嘉定伯中亦有家，得知国库空虚，九边欠饷严重，便借物以充国用。声音刚落，厅外的场卫锦衣卫瞬间动了，两人一组，冲进厅内，抬屏风的抬屏风，搬瓷瓶的搬瓷瓶，卸字画的卸字画，拆桌椅的拆桌椅，动作麻利，训练有素。另有场卫铺开准备好的麻袋，将多宝格上的小银器、铜器直接哗啦啦倒进去。十几名负责登记的场卫搬来桌子，摊开册子，提笔就记。仿紫檀木雕花屏风一扇，仿官窑青花瓷瓶一对，端砚一方，仿宋坑玉山子一座，雕蓬莱仙境，仿黄花梨圈椅4把。周奎眼睁睁看着，眼珠子都要瞪出来。他想拦，刚上前一步就被崇祯抬手拦住了。岳父，崇祯笑着看着他。朕只是暂借，日后会还的。再说，只是一些赝品、仿品罢了。待国库充盈时，朕为岳父弄上几件真品给你把玩。周奎张了张嘴，一个字都说不出。那哪里是赝品，是实打实的真货啊！他看向内室方向，想要求救，但内室门关着，皇后和夫人的低语声隐隐传来，似乎根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锦衣卫和场卫的动作很快，不到1刻钟，前厅已经搬空了，紫檀木桌椅没了，屏风没了，墙上的字画空了，连多宝格的架子也被拆走了。前厅空空荡荡，只剩下崇祯坐的那把椅子和周奎站的地方。对了，别忘了书房、厢房、库房。闻言，一群人又分批次涌向书房、厢房、库房等地。周奎踉跄跟上。书房里同样的场景再次上演，书架上的珍本古籍被一箱箱搬走，书案上的文房四宝全部打包，墙上的字画卷起来带走，连那个青铜香炉都被倒掉香灰，装进了麻袋。登记的笔不停，仿唐寅西山草堂图一幅，仿汉代青铜朱雀灯一盏。周奎看着自己珍藏多年的宝贝被一件件搬走，心脏像被刀割一样疼。他想喊想拦，但看到皇帝脸上那平静的笑容，看到周围那些面无表情、手按刀柄的锦衣卫，他不敢啊！一旦说这些是真品，那就是欺君啊！此刻的他只能眼睁睁看着。接下来是花厅、厢房、客房，府里所有能搬的、值点钱的物件全都被借走了，铜盆、银餐具、锡酒壶，甚至厨房里那几口大铁锅都没放过。周奎从最初的心疼，到后来的麻木，再到最后的绝望，他算是看明白了，皇帝这是要把他府里搬空啊！搬完了前院、中院，一群人又往后院库房走。库房在府邸最深处，是一排青砖瓦房。这一次，周奎心里一地也不慌，因为他早有准备。现在库房里其实没什么值钱东西，真正的宝贝他都藏在别处。库门打开，里面果然空空如也，只有些旧家具、破香笼堆在角落。崇祯走进库房，环顾一圈，点点头：岳父果然清贫啊。周奎连忙道：是，老臣家中实在。话没说完，崇祯对李若莲使了个眼色，李若莲会意，一挥手，身后的锦衣卫立刻散开，两人一组，开始敲击墙壁、地面。咚咚的声音在空旷的库房里回荡。周奎脸色瞬间就变了。陛下，这是……崇祯没理他，背着手看着锦衣卫动作。很快，有锦衣卫喊道：都督，这面墙声音不对。李若莲走过去，在墙上仔细敲了敲，然后用力一推，嘎吱，一块墙板向内翻转，露出一个暗格。暗格里整齐码着10几个锦盒，打开全是珠宝，珍珠项链、翡翠手镯、宝石戒指、金镶玉簪、珠光宝器，晃人眼。周奎腿一软，差点瘫倒。崇祯走过去，拿起一串珍珠看了看，点头，品相不错。他看向周奎，笑道：岳父，这些也是仿品。周奎嘴唇哆嗦，说不出话。记下。崇祯对记账的场卫说道：仿东珠项链1串，仿翡翠镯子4对，仿红宝石戒指6枚。暗格不止一个。锦衣卫很快又发现了第2处、第3处，都是从墙壁或地板的夹层里找出来的，有金元宝，有银锭，有古玉，有珍玩。每发现一处，周奎的脸色就白一分。等到3处暗格全部起处，周奎已经面无人色，瘫坐在了地上。崇祯看着堆在库房中间的那些借来之物，满意地点点头，多谢岳父深明大义。说罢，他转身走出库房。王承恩示意场卫将东西全部搬出去。周奎被家丁扶着，踉踉跄跄跟出来。府邸前院已经堆成了小山，屏风、桌椅、瓷瓶、玉器、字画、珠宝、金银琳琅满目，100来辆马车被装得满满当当。崇祯看了看天色，已经是酉时多了，从上午搬到入夜，整整5个多时辰。皇后，他朝内室方向唤了一声，内室门打开，周皇后和母亲走出来。周夫人看到门口100来辆满载的马车，还有面如死灰的丈夫，顿时愣住了。母亲，周皇后握住母亲的手，低声道：陛下只是暂借，日后会还的。周夫人看了看女儿，又看了看皇帝，想着自己的房间与库房没有动，便也就没说话，只是苦了自己丈夫与她的那把小妾。崇祯携起皇后的手，对周奎道：天色不早，朕与皇后该回宫了。周奎勉强站直，躬身恭送陛下娘娘。崇祯走到府门口，忽然停下，回头看了一眼，他的目光落在周奎身上，又扫了一眼府内，笑了笑。对了，朕看岳父卧房那张黄花梨大床工艺不凡，暂时也借朕吧。周奎一愣，岳父放心，朕会给你留张榻。话音落下，几名锦衣卫已经冲进内院卧房。很快，那张雕工精美、用料厚重的黄花梨拔步床被抬了出来。周奎眼睁睁看着自己睡了多年的床被搬走，卧房里只剩下一张临时找来的
破旧的木塔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说什么，却一个字都发不出。崇祯不再看他，携皇后上了马车，车队缓缓开动，上千军队护卫着100来辆满载的马车，浩浩荡荡离开嘉定伯府，往皇宫方向而去。周奎站在府门口，看着车队远去，直到消失在街角，他腿一软，彻底瘫倒在地。老爷，老爷！家丁慌忙扶他，周奎被扶起来，失魂落魄地走回府里。府内一片狼藉，客厅空了，书房空了，花厅空了，库房空了，就连后宅的小妾们的房间也空了，值钱的东西全都没了，连床都没了。他踉跄地走回卧房，空荡荡的房间里只有一张破木榻，孤零零摆在中间。他走过去，坐在榻上，目光呆滞。许久，他忽然想起什么，猛地抬头，地窖，自己的卧房下面还有个地窖，那里藏的才是他真正的家底。现银50多万两，还有10几箱珍宝。那地方极其隐蔽，入口在床下石板，有机关，床被搬走，石板裸露，但机关还在，他们应该发现不了。周奎心脏狂跳起来，还好，还好老夫机灵，知道狡兔3窟的道理。他颤巍巍起身，从怀里摸出钥匙，点亮蜡烛，走到原本放床的位置。床被搬走，地面露出了一块青石板。他蹲下身，手指在石板边缘摸索，找到机关，用力一按，咔嗒，石板缓缓移开，露出向下的台阶。周奎举着蜡烛，小心翼翼走下去，台阶很深，走了10几级才到底。他一边走一边安慰自己，没事，他们一定找不到，那些银子还在，50多万两再上那些珍宝，有这些，我还能自己享受我的富贵日子。走到地窖底部，他点了周边放置的烛台，光晕照亮了整个地窖，空空荡荡，青砖地面干净的能照出人影。原本堆放银锭的地方空空如也，原本摆放珍宝木架的地方只剩下一圈灰尘印记，墙边还有10几道新鲜的刮痕，是搬运箱子时磕碰留下的。周奎呆住了，蜡烛从手中滑落，啪的掉在地上，熄灭。他站在原地一动不动。许久，一声撕心裂肺的嘶吼从地窖里爆发出来，穿透石板，传到地面。朱由检，你个强盗，你个畜生啊！那是老夫的钱，老夫的辛苦钱啊！嘶吼变成了哭嚎，在空荡荡的地窖里久久回荡。乾清宫暖阁，夜色已深，王承恩、李若莲、高文彩3人站在御案前，启奏陛下。王承恩躬身道：从嘉定伯府借的物件已初步清点完毕。崇祯坐在御案后，手里拿着一份奏折，头也没抬，说：现银53万7千两，其中50万两藏于卧房地窖，3万7千两分散于各处暗阁，金器、珠宝共30箱，估值约40万两。古玩字画、家具陈设共计200余件，粗估不下30万两。另有田器、房器、借据若干，尚未详细整理。王承恩顿了顿，补充道：所有物件已分库存放，严加看守，可有不法书信？高文彩上前一步：陛下，书房暗阁中发现一些书信，涉及多位勋贵、官员隐秘交易，其中不乏贪腐、结党之政。他从怀中取出其中一封信，双手呈上。此信系周奎与宣府总兵将相往来，提及军粮倒卖之事。崇祯接过信，扫了几眼，冷笑一声：这些人都不急，先让他们放松警惕，再一网打尽。今日这样的闹剧，必会给那帮人一个自己无计可施，只能用这种无赖之法凑军饷的错觉。崇祯将信放在一旁，看向王承恩：那些书信原件封存，抄录一份备用。是。崇祯想了想，又道：至于原件就送到坤宁宫，交给皇后。王承恩一愣，告诉皇后。崇祯缓缓道：朕说过，咱们是夫妻，我自然不会不杀岳父，也不会定对皇后娘家的罪。这些书信是朕的诚意，岳父他们若安分，朕保他平安；若不安分，他没说下去。王承恩明白了，深深躬身，奴婢明白，必会如实禀告皇后。王承恩离开后，崇祯站起身，走到那幅大明舆图前，目光落在北京城的位置上。周奎只是第一只肥羊，接下来呢？他转过身，看向李若莲和高文彩。李若莲：臣在。高文彩：臣在。锦衣卫整编的如何了？李若莲挺直腰板，已剔除所有空额老弱，现余可战之士3300人，皆已重新编伍，配发兵甲。好。崇祯点头，即刻集结所有人马。李若莲和高文彩同时一愣：陛下，现在？高文彩问：现在？崇祯看向窗外沉沉的夜色，缓缓道：随朕去经营。他眼中寒光一闪，朕要看看大明的经营到底烂到了什么地步。两人心头一凛，同时抱拳。臣领旨。脚步声匆匆远去，暖阁里又只剩下崇祯一人。他走到铜镜前，看着镜中那张憔悴却眼神锐利的脸。100天已经过去了2天，还剩98天，时间不多了。他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向殿外。子时出客，紫禁城东华门轰然洞开，300锦衣卫骑兵当先涌出，马蹄裹着后部。他在青石路面上只有沉闷的隆隆声，接着是崇祯的御马。他一身黑色劲装，外罩玄色大氅，脸上没有一丝倦意。李若莲和高文彩一左一右紧随其后，在后面是2700名徒步疾行的锦衣卫，清一色黑衣配刀，脚步声整齐划一，像黑色的潮水漫过空旷的御街。队伍中间夹着5辆封闭的马车，车轮碾过石板，发出吱呀声响。陛下，人已到齐。王承恩从后面赶上来，低声道。崇祯勒住马，回头看了一眼那几辆马车，车里的人是他精心挑选的。兵部右侍郎王家彦，工部主事王章，襄城伯李国珍，定国公徐允珍，驸马都尉龚永固，还有刚刚从诏狱提出的周延儒。这些人有的是历史上殉国的忠臣，有的是与经营牵扯不深的勋贵，有的是可用之才，还有的是急于表现熟悉官场一切肮脏勾当的聪明人。走！崇祯一声令下，马队再次启动，转向东北。寒风卷着地上的雪沫，扑在脸上，刺骨的冷。几乎在同一时刻，内阁首辅陈演的府邸温暖如春，客厅里炭火烧得正旺，四角摆着鎏金铜暖炉，空气中飘着酒香和熏香的味道。陈演穿着一件狐绸夹袄，手里托着一只官窑宝台酒杯，脸上是压不住的讥讽笑意。魏藻德坐在他对面，举着杯。元辅高见，陛下今日所为，实与市井无赖强介合议，一国天子竟行此等超略岳父家财之举，体面尽失，威严扫地。他说完，仰头将酒饮尽，脸色因酒意和兴奋而泛红。旁边2名心腹御史连连点头。魏阁老所言极是。一名御史谄媚的接话：陛下若真有雷霆手段，何须亲往臣子府中搬那些桌椅屏风？此乃黔驴技穷之相。另一名御史大话道：
听说嘉定伯在地窖里发现银子被搬空，当场哭晕过去，醒来后破口大骂，骂得可难听了。陈衍慢悠悠抿了一口酒，酒是30年的绍兴花雕，温得恰到好处，他急了。陈衍放下酒杯，手指轻轻敲着紫檀木桌面，清洗肠胃，是磨刀，逼捐不成，反路窘迫。今日嘉定伯府之事传来，老夫便知陛下手中已无牌可打，只能用这撒泼耍赖的法子。他顿了顿，眼中金光闪烁，继续道：他越是如此，我们越要稳住。魏早得身子前清，元府的意思是传话下去，各家抓紧将细软、金银、地契分批转移至城外庄子，或托付给可靠商号。北京城怕是藏不住了咱们的身家。一名御史迟疑道：元府若被厂卫察觉，陈衍笑了笑，继续道：陛下如今连周奎那点钱都要抢，可见国库空虚到了极点，厂卫还能有多少耳目可用？再说了，运出去的是给族里的年货，是送回老家祭祀祖宗的器皿，合情合理。他看向魏早德，早德，你那边呢？魏早德连忙道：我早就将家中现银早已分批存入山西票号，京城只留些日常用度，地契、房契，上月便已托商队送往南京故交处保管。很好。陈衍点头，记住，无论咱们之前如何，但现在必须团结起来，如此才能共存。陛下如今连金银都指挥不动，我等只需稳住阵脚，静待时变即可。他忽然想起什么，对势力一旁的管家道：去把前日新得的那幅宋代李公麟的五马图摹本取来，让诸位鉴赏鉴赏。管家应声而去。不一会儿，画轴展开，纸张古旧，笔法精妙。陈衍指着画，笑道：陛下在搬岳父家的屏风桌椅，我等在此赏完前朝名画，诸公以为熟雅熟俗，哈哈！众人都笑了起来。子时2刻，成国公府内院银库灯火通明，地面铺着的青石板被撬开3块，露出黑黝黝的窖口。10名家丁将一箱箱银锭从地窖里抬上来，银锭在灯光下泛着冷白的光。成国公朱纯臣穿着一件锦绣团花袍子，手里拿着本账簿，边看边笑。周奎那老貔貅藏得再深，还不是被搬空了？活该！他啐了一口，让他平日里抠门，连女儿体积首饰都要谈。管家弓着身谄笑道：公爷英明，咱们的银子早几年就陆续转到通州、天津的货站，还有南直隶、浙江的田庄里了，这府里剩下的不过10之1二。朱纯臣用脚尖踢了踢刚抬上来的一箱银子，箱子很沉，发出闷响。陛下今日能借国账，明日说不定就借到咱们头上，哪怕只有10之1二，那也是一笔不小的钱财。传令，剩下的这些，明早天不亮就装车，借口采买年货，运出城去，送到城外别院的地窖里。是。管家应道，随即又问：公爷，那别院地窖去年才扩补，怕是装不下这许多，装不下就埋在后山。朱纯臣不耐烦地摆摆手，挖深点，做好记号，等风头过了再起出来。他走到银库墙边，伸手在墙上一处浮雕的麒麟眼睛上按了一下，咔嗒一声轻响，一块墙板向内划开，露出3尺见方的夹墙，里面没有金银，只有厚厚一沓纸，房契、地契、盐引、当票、货站凭据，还有几份与江南盐商、晋商钱庄往来的密约。朱纯臣抽出一张地契，对着灯光看了看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。这些纸片子才是根本，陛下抢些笨重金银有何用？真正的财富早就不在京里了。他把地契讲给管家，让他一并带到别院去藏起来。李闯那边有消息吗？管家压低声音细语道：回公爷，3日前有密使接触过，说若北京不守，愿保公爷家业无恙，还可许以高位。朱纯臣眼睛眯了眯，先拖着，看看陛下还能撑几日。若是他能稳住局面，咱们还是大明的成国公；若是稳不住，他没说下去。但管家懂了，躬身道：小人明白，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朱纯臣满意的点点头，拍了拍管家的肩膀，去盯着他们把银子装好，忙完了自个儿去账房支20两，带着他们喝点酒，暖暖身子。谢公爷赏。管家眉开眼笑，退了下去。朱纯臣又看了一眼那些银箱，背着手哼着小曲，踱步走出银库。夜还长，他得去29姨太房里嘿咻一会儿。而那女人新学了一支苏州小调。子时3刻，兵部尚书张敬彦府邸，书房里只点了一盏油灯。张敬彦坐在书案后，面前摊着3本厚厚的账册，账册封皮是普通的蓝布，但里面的内容足以让任何人头皮发麻。经营的空额名单，虚报的粮饷数目，倒卖军械的记录，还有与成国公府经营将领分赃的明细。账房先生垂手站在一旁，额头上都是冷汗。老爷，这些账目，万一陛下较真。张敬彦烦躁地打断他：较真？他怎么较真？他指着账册：经营提督、做营官、把总，哪个没吃空饷？从兵部到五军都督府，从勋贵到将领，层层盘剥。陛下如今连周奎那点钱都要抢，可见国库空虚到了极点。他敢动经营，动了经营，谁给他守城？账房先生嘴唇动了动，没敢再说话。张敬彦抓起最上面那本账册，翻到中间一页，指着上面的数字。关键是兵部武库司那边去年倒卖出去的那批军械，账要平调，还有跟定国公那边对一下那批损耗的5000套棉甲、2000杆火铳，分润要记清楚，但所有凭证必须烧了。是。账房先生低声道：朱公爷府上下午来过人，说分润的3万两，直接送到城西别院即可。这是你明日去办。对了，老爷，咱们府上是不是要准备一下？若是明日陛下来了，账房先生又问道。张敬彦冷笑一声。陛下目光都在那些勋贵巨富身上，我一个小小的兵部尚书，今日捐了200两，已是忠心可见了。银子不必大动，分散藏在几位妾室房中即可。陛下总不至于搜检臣子妾室的床底吧？账房先生连连点头，小人记下了。张敬彦挥挥手，去吧。账房先生抱起账册退了出去。书房里只剩下张敬彦一人，他靠在椅背上，长长吐出一口气。陛下，陛下。张敬彦喃喃自语：您就折腾吧，等李闯大军到了城下，您就知道这大明的江山不是靠抢几件家具、屏风就能守住的。子时6刻，北京城东北角经营3大营驻地。所谓的大营，如今只是一片连片的破败营房，木栅栏东倒西歪，营门只剩半边，在风里吱呀摇晃。哨塔上没有人，只有几面褪色的旗子有气无力地垂着。营地里只有零星几处灯火，大部分营房黑漆漆的，偶尔传来赌钱的吆喝声、女人的娇笑声，还有醉汉的骂嚷。风卷着雪沫，掠过空旷的教场，教场上堆着垃圾、
马粪，还有几辆散了架的破车。这就是大明金营，名义上10几万精锐，拱卫京师最后的力量，却是如今这么模样。崇祯勒住马，停在营门外摆步，他身后3000锦衣卫无声列队，黑色衣甲融入夜色，只有刀柄和眼睛偶尔反着一点冷光。那5辆马车也停下了，车帘掀开，王家燕、王章、李国珍、徐允珍、龚永固、周延如依次下车，除了周延如，其他人脸上都带着惊疑和不安。他们是被从被窝里叫起来的，只说陛下有要事，便被塞进马车，一路急行至此。陛下，襄城伯李国珍忍不住开口。深夜来经营，这是崇祯没回头，指望着那片死气沉沉的营地。朱清，随朕看看大明的经营到底还剩几根硬骨头。